新年刚过去没几天，就有消息传出，我国的5艘052D 在一个船厂里同时开工建造，这是否代表着我国又要迎来新一轮的造舰热潮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过年前统计了一下我国海军在2022年的下水军舰总吨位。虽说我国海军军舰下水吨位数依旧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没动摇，但实际上在过去的1年里，下水的军舰并没有多少。因为在去年的下水军舰中，福建舰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吨位，剩下的军舰中下水的都是5艘054A 护卫舰。这款4000吨排水量的军舰吨位加起来连福建舰的一半都不如，让大家都有点不过瘾。毕竟在过去，我国每年下水的军舰吨位和数量都是全球第一的存在，而在去年却除了福建舰之外，只下水了5艘054A。不过今年我国海军可能就不太一样了。新年刚过去，网络上就有消息传出，我国的某个干船坞中居然有着5艘052D 驱逐舰在同时开工建造，而另一张卫星照则显示，传说中的054B 护卫舰也正在建造中。从照片中来看，该舰已经接近完工，预计马上就可以下水测试了。而这也意味着我国海军将会在今年开启新一轮的造舰潮，也是可以预见的。除了因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局势变得紧张，各国加大军事开支之外，从我国海军的各类型军舰的批次建造计划中也能看出来，今年将是我国海军的新起点。目前052D 第3批次已经全部完成下水服役，第4批次在今年也陆续开启下水计划，054则是早早就传出改进型的消息，按照情况在今年也差不多了。055的第2批次也预计在今年年末下水。几乎我国海军所有新批次的军舰都在去年完成了下水服役。2023年不开启新一轮下饺子，那什么时候开启呢？仅计算这5艘同时开工建造的052D，他们的吨位数就来到了38500吨。如此大批量的建造一款驱逐舰，这在全球都是很少见的一种事情。一些国家的全国海军甚至都没有5艘驱逐舰。不过从图片中来看，虽然这5艘052D是在同时开工建造，但是建造进度却不一样，有可能是3+2分成2批错开下水的。毕竟这可是7500吨的大玩意儿，不能像汽车那样流水线制造出来。而网络上流传的另外一张图，则是传说中的054B 护卫舰。这是一款在054A 护卫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成的军舰。相比较前身，它虽然只大了不到10米的长度，但是重量却来到了6000吨，要比前身多了足足50%的排水量。和前身不同的地方在于，这款护卫舰的航电设备得到了换装，装备上了双面旋转主动电子相位阵列雷达，无论是防空反导能力还是探测距离都得到了大幅提升。并且为了能够搭载我国的国产直20直升机，机库也进行了改造。这意味着这款新军舰可以说是实现了全面国产化，连直升机都不必使用先前搭载的卡尔巴了。在动力系统上也采用了先进的全电推进系统，速度至少达到了30节。新年刚过不到1周，我国就出现了6艘军舰开工建造的消息。虽说每个月都保持这个进度不太现实，但仅这个月的这6艘军舰吨位数就能达到4万吨，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，达到甚至是超越10万吨是轻轻松松的事儿，更别提我国的万吨大驱还没有动工建造呢。从我国海军这一路的下饺子热潮也能看出来，我国海军现在的发展需求。之前大量建造军舰是因为我国海军军舰数量太少，而当我国军舰数量超越美国海军成为全球第一之后，造舰速度立马就下降，转而去建造那些万吨大舰。075、055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。现在我国的大型军舰是够了，但是这作为配套设施的小型军舰就又不够用了。特别是航母编队，我国的航母编队随着周边局势的不断严峻，将会变得越来越繁忙。不但需要一批军舰用作日常训练，还需要一批进行实战演练，剩下的一批维护保养进行轮换。
就拿现有的20多艘零五尔 D 来看，放平时可能还够用了，但是放到现在就不够用的了。南海地区光那几个有争议的岛屿派出军舰，就差不多把这些军舰都分完了，更别提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了。因此，对于这类型的军舰，我国海军不但要加快建造速度，还要大大增加数量，直到能够完全应对我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为止。所以说，这5艘零五尔 D 的铜矿亮相只是一个开胃菜，在未来的几个月里，将会有更多的军舰一一亮相。特别是扬言即将窜访台湾的美国新议长麦肯锡，说不定有机会能看到首尾相连、千里不绝的场景。一路从大陆到台岛，全是解放军的军舰欢迎麦肯锡的到来。